最新款的奔驰 G500跟之前的老款到底有什么区别？今天带过来看一下。首先，这两台车它的整体的轮廓上基本上没有变化，就是这个硬派的方盒子，就是奔驰真的非常听劝，大家就是喜欢这个方盒子的这种造型，所以说它就保留了基本上差不多的元素，但是在一些细节上，它又做出了一些小的变化。首先，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进气格栅，从之前的3个双幅变成了现在的4个单幅，其实我个人觉得好像更加复古。然后再往下就是它的一个保险杠的造型，之前是这种龙鳞纹，现在变成这种方方的造型，看起来大家觉得哪个更时尚一点呢？那我们再往后呢，可以发现，在翼子板上，老款的 G500贴了一个 V8 的 logo， 证明这是一台 4.0T 的 V8 发动机。但是在新款呢，没有了 V8， 它换的是一台全新的直列6缸发动机。相信各位在座的大 G 车主都知道，之前老款的大 G 呢，它开高速风噪会比较大，就是因为它这个导语条的这个设计是一个比较立体的形状。然后在新款上呢，它直接跟 A 柱做成了融合一体的嵌入式的设计。就是我个人觉得它不仅更好看，而且据说它的风阻直接减少了16%，而且在高速上呢，它的风噪也要更小。再往后我们可以看到新款的大 G， 它有无死进入了，也没有听错，之前就算卖到400万的 G63， 它也没有无死进入，现在，是不是很高科技了？再来到车尾部分呢，就基本上没有区别了。所谓的这个大家来找茬，对吧？唯一的小区别就是旁边的装饰条，从之前的一个单的出风口变成了现在的一个4个出风口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车内到底有哪些变化。好了，现在是老款的 G500， 它中控部分经典的3把锁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的机械式的小表，然后这一块呢也是它的一个很经典的旋钮的一个车机操作系统。因为它这个屏幕不支持触控的，所以说用起来在2024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用。不得不说啊，这个无死进入虽然在2024年才放到大 G 上，虽迟但到，对吧？依然是这个非常标志性的这个上场的关门声，没有变化。然后再进到车内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内饰的整体的氛围依然是跟外观一样，非常硬派的造型。看到没有？这个方向盘是最新的这个运动式方向盘，我个人觉得这个是非常帅的。来到新款 G500 这边，首先可以看到马鞍这边明显要更宽了，而且由于这个新的车机系统，所以说这边也变得更加简洁。然后因为下面呢没有这个吸线的小表，所以说这里它的空间更大，也增加了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。然后这边它的一个3把手的地方，其实要变得更加精致了。这几个小按钮，之前大家知道，就是如果你要出去越野，这个低速市区 low range 是必须会用到的。之前它是放在这个地方，现在直接跟3把锁，放到一起，其实要更加易于使用。据说啊，90%的大 G 车主根本就不知道这3把锁的正确的开关顺序。可能这一次更新以后呢，大家会更加愿意去用这3把锁的低速市区。然后就是这块屏幕，没错，2024年大 G 的这个屏幕可以触摸了。然后它这边有一个越野模式呢，相比于之前拥有更多的信息，包括发动机的数据，还有轮胎的温度，而且这里还可以看到它的悬挂的行程的压缩程度。我觉得其实就相比于之前大家都说大 G 是越野界的活化石，那现在它就是让活化石把科技融合到一起了。我觉得这个提升确实是真的很懂大家想要什么。还有一点变化非常明显的地方就是它的一个氛围灯，现在它的空调出风口也有氛围灯了，看起来就是要更加精致一点。这是老款的 G500 点火声音。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这台装了全新6缸发动机的 G500， 它的声音到底怎么样？好了，简单来说，新款的 G500 跟老款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在外观上只是一些小的细节上的优化，比如说 A 柱它有更好的风阻系数，然后车机呢还有支持触屏，然后在科技系统比老款要有一些提升，但是发动机从之前的老款的 V8 换成了现在的直列6缸，就声音上有点区别，所以说大家会选择老款的 G500 还是新款的 G500 还是新款的 G63呢？